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，欢迎来到 A Class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那些年我在 eBay 上卖的东西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eBay 这间公司？eBay 是一间以加州作为总部，然后面向全球的拍卖市场。如果你有听过雅虎奇摩拍卖，或者是虾皮拍卖，或者是旋转拍卖，他们都是类似的拍卖平台。你可以放你的二手的、用过的、不要的商品，或者是全新的商品，在平台上拍卖。那我今天要讲的 eBay 呢，它呢是全球面向，它呢用户非常可观，超过1亿的人，所以你今天一旦把你的商品拍上去之后，看到的人会更多。当然，它会针对你在的地方啦，就是它会做地域性的推播，除非你今天的东西呢是在这个国家没有，然后又非常多人想要的，像什么最近有什么 Labubu， 然后你可能是在日本的卖家、美国的买家想要买，但是美国买不到，他就会透过你，然后经过你知道还要可能要付额外的运费跟关税，然后才能买到这个商品。所以它除了二手以外，eBay 上也有很多所谓的 flipping 的卖家。就是说，他低价买进，高价卖出，谋取暴利。对，那我今天探讨我所谓的故事呢，都是我不要的商品，就是一些我觉得我用不到的，然后使用过了，或者是我不再喜欢的，然后呢放在 eBay 上卖。就是有一些是我觉得已经是垃圾了，可能别人觉得它是宝物。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，有一些我觉得可能是所谓的文化差异，或者是对于二手商品的一个接受度吧。美国市场呢是一个非常愿意接受二手商品的市场，就是他们的商机非常大。而且像很多欧美国家会有什么 garage sale， 你自己在自家的车库前面摆个桌子就开始卖一些二手的商品，或者是有其他的平台，像我也很常在Facebook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marketplace 在卖这些东西。那你的面向就是比较住家附近的人，比较是当地的人。那种呢也是很快速，如果你今天的品质够好，就很容易卖出这些东西。大家是很愿意买二手的，我觉得其实也蛮环保的。但我本身是喜欢卖二手，不喜欢买二手，我喜欢买新的。然后我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，所以我觉得我很适合当二手拍卖的卖家。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eBay 的第一样商品，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一双 On 的跑鞋。这双跑鞋呢，我拥有它大概1年半的时间，然后我穿它跑超过600公里的步。听到这边，如果是你愿意买这双鞋吗？必须说，这双鞋我维持的很好啦，就是我80%都是在跑步机上使用，然后另外的20% 呢，也是有在路跑，也是有在操场跑。但我必须说，就是 On 的鞋子很耐穿，就是它的底呢，可以看一下图片，那它的底基本上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裂开，可是呢，你可以看到防滑的止滑的地方，它基本上都还是有部分在的。必须说，如果我今天不是拿来跑步，可以拿来当平常的休闲鞋穿。但是因为我已经买了新的跑步鞋，加上我休闲鞋已经够多了，所以我就想说放在家里很定得，我就想说我要卖掉。殊不知呢，我就是把它整理了一下，因为它是黑色的，就是看起来呢，就是还算蛮新的啦。然后我在拍了照，然后写了详细的就是状况之后呢，不到1个小时就被卖掉了。我当下有点觉得还蛮惊吓的，受宠若惊嘛，就是觉得这双鞋子应该可能会过一阵子才被卖掉，或者是有人愿意想买，可是他可能会跟我讲价钱。这个人没有，他就直接买了。然后我有开放议价，他也没有要打算跟我议价。后来我就有点害怕，我怕他收到可能跟他期待不符。后来他收到之后，他还给我一个5星好评，说就是他觉得这东西很好，然后价钱很便宜。所以就是对大家可能会觉得，他可能会觉得说这双鞋的价钱是170块钱，但是他不愿意用170块钱，他也没有门路像我一样这么闲，可以去 Lily Coco 找了就是这么多的折扣，然后买下这双鞋。对，反正我当初呢，这双鞋170块叠加折扣119，然后请大家猜一下我多少钱卖出的，就是用二手价。
3、2、1，我最后呢用45块钱美金卖出这双鞋，基本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，就是毕竟这双鞋就是用很久了，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跑鞋嘛，它的中底的回馈，它的那个反弹，就是基本上没有像一开始那么好了，所以那是我想要卖出的原因。当然，就是作为普通，如果这个买家他是想要作为一般就是走路啊，或者是作为一般休闲鞋，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好的鞋子，因为 On 的底真的是不容易磨坏。那你觉得值得吗？那我们来第二个商品。第二个商品其实不算是商品啦，就是一个类别。第二个类别呢是乐高，就我之前有介绍过一些乐高的开箱。之前有一个开箱是在讲迪士尼的小公仔，那个小公仔呢，我当初开箱之后就有讲说，我有抽到一些我不喜欢的，但是我就是把它放在家里放了一阵子，大概1-2年吧。然后每天就是看着它，就是在那边长灰尘，然后又很占位置，我就想说，既然我不喜欢，不代表大家都不喜欢，我就又拿到了 eBay 上去卖。然后呢，就发现哇，乐高真的在 eBay 上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项目，就是说很多人在上面做买卖。然后我当初呢，就是一开始把这个6只，我大概卖了6只，我不喜欢的角色。刚好我那时候买呢是分6只买的，然后6只我当时候原价是30块钱美金。我最后呢，我不喜欢的6只，我是用27块钱美金卖出去的，就基本上没有亏。当然就是要扣掉平台的费用，我大概都是算打8折，然后对方呢可能还会比他就是用原价买的时候还贵。但我必须说，就是一个你今天有这个市场在 eBay 上的市场真的是很不可思议。因为另外一个例子就来了，就是我前阵子有介绍一个贩卖机的例子，就是小人偶贩卖机 vending machine， 然后里面不是有16只公仔嘛，然后其中有2个系列是非常受欢迎，一个是太空人系列，另外一个是中世纪骑士系列。那刚好每一个系列就是各2个图案，像是太空人它有2个颜色，金色跟蓝绿色，各2只，一个男一个女，我就是各抽了1只。2个颜色各抽了1只出来卖，然后呢，中世纪的是施救的那个盾牌的图案，跟另外一个是北海妖怪的图案，我都各抽了1只出来卖。结果呢，也是非常就是我觉得都是在1天之内就卖出去，非常火热。然后那时候呢，北海妖怪就是中世纪骑士，北海妖怪跟施救的那个盾牌的，我卖的是40块美金。就2只人偶而已，40块美金，大概就是1200台币。然后另外2只是那叫什么太空人的，太空人那2只就是各金色跟蓝绿色的，2只45块美金。所以这4只就帮我赚了85块美金。但是那个贩卖机它总价就是好像180块美金吧，就基本上帮我减价了，就是零头去掉了，就是变成那一台我只花了100块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乐高的市场有没有这么熟悉？我是不是卖便宜了？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人单1只就卖55块美金，但是我就是想说，需要那么多只，我把这些分给可能不想要买一整套的人。对，反正就是这个还蛮有趣的。这边再讲一个乐高的例子，就是有一次，就是我们家是住在公寓里面。然后公寓呢，我们每一层都有所谓的垃圾房，就是你今天要倒垃圾就把垃圾丢到垃圾房。有一次我就是倒垃圾的时候，就看到垃圾房里面的地上有一个乐高组合，然后那个组合呢是哈利波特城堡，那不便宜，那可能要100-200美金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为什么要丢掉？但是它那时候它上面有一些灰尘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倒塌，就是感觉可能已经有被破坏的痕迹。然后我想说，看起来还不错，我就捡回家，就帮他做了一些清洁，然后重新把损坏的地方复原拼回去，
就发现就是确实它有少，可能丢掉的人觉得它已经少了零件了，或者是他要搬家觉得带不走，反正就丢掉了。我觉得还蛮可惜的。然后我想说，但是我也没有很喜欢这个组合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那我放到 eBay 上卖卖看好了。殊不知呢，就是放上去当天是晚上嘛，隔天起来就这东西被卖掉了，就是很快速的被卖掉了，然后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价钱。但我就是身为一个拾荒老人，就是捡了垃圾场不要的东西，然后我就瞬间有了一笔意外的收入。大家可以猜猜，你觉得是多少？我要公布了，3、2、1。最后呢，我是用$70卖了那个组合。它确实有缺少几个配件啦，就是有一些配件是少，但我也有写在那个 eBay 的解释上面，跟大家讲说，这个 set 是不完整的哦，你如果要买的话要注意。但是呢，对方还是很高兴的买了，因为那个原价也是不便宜，我只是低于半价在贩售，然后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笔意外之财。然后接着呢，最后一项呢是杯子。杯子呢，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就是杯子控，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买杯子的。然后，这边必须说，不是所有的杯子都很好卖，就是还是要看品牌跟热门程度。应该说一直以来我都还蛮喜欢 Marimekko 这个牌子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很喜欢他们的花花的图样，我就有收集了一些他们的杯子。但是我又觉得说，有一次买了一些杯子呢，它的尺寸太小了，就是说不适合平常使用，并不实用。所以呢，我就一直摆在柜子里，然后呢，就是没有办法使用。K 就一直念我说：“你这东西买来，为什么不是就是要用嘛？”然后就说：“哦，好看啊。”但是呢，我觉得相信杯子控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很长，就是明明就只有一个嘴巴，可是买了很多杯子，然后也没有办法用。所以呢，我就你知道断舍离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愿意断舍离，尤其是在空间不足的情况下，只好就是把这个心爱的杯子卖出去。当然，我觉得也多亏于自己啦，因为我其实觉得为什么会喜欢买这些东西，就是我常常会看到一些折扣，然后就觉得说不买很可惜。反正我自己的一般买东西的理念就是说，我只买打折的东西。刚好我那个Marimekko的杯子，我当初买跟我卖的基本上我没有什么赔，我就是赔了一点点，可能10几% 的平台费用而已。因为随着时间，你的物价也会涨嘛，也会通货膨胀，所以就是当然啦，大家都会说不买最便宜，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剁手的话，可以不妨考虑一下二手市场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介绍的这3个类别，我在 eBay 上卖的东西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就是二手的故事可以分享？你在什么平台上卖了什么东西，你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居然有人要买，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的价钱卖出了一个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东西？那都欢迎下面再留言跟我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帮我按个赞，订阅 A Class，拜拜。